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主题就一个股市，中国股市暴跌万亿美元，背后是货币还是财政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股市暴跌的原因那么先讲市况，3月8号。这个 A 股延续震荡走势，那么上证指数跌 2.3%， 创业板指数跌 4.98%， 失守2800点，超过3000只股票下跌。那么前期机构重仓的这个股票持续大幅下跌，那么深沪股市蒸发2万亿，2万亿人民币。那么3月9号的情况就很特别，那么 A 股股民经历了一场过山车那么早盘开盘的时候呢 ，A 股急跌那么沪指跌破3400然后深成指跟创业都跌超过4%，大家心里一紧，大事不妙。结果到了上午10点钟左右这个触底反弹。其中茅台这个毛足股还有白马股核心资产带头反攻这个上临一场这个深 V 反弹，有人就在喊，就说这个大奇迹今天是奇迹日。不过呢，午后指数再度跳水，一路下行，直到收盘。那么股民就开始明白没有奇迹今天是没有奇迹的。那么收盘是什么情况？收盘是沪指跌 1.82%， 深成指是跌 2.8%， 那么创业板跌 3.5%， 那么两天这个普跌3500只股票普跌。这一轮的跌势是从2月18号开始，从2月18号到这个3月9号，那么创业板指数跌了 22.86%那么跌幅跌冠全球那么成为全球股市榜首。那么深成指下跌 15.58%， 上证指数跌 8.09%大家看一下看见是从这个点这个是2月18号的点开始跌，一直跌到3月9号，但是3月8号的跌幅是最大的可以看一下这个大体上是一个这样的态势，看见没有那么中国股市从今年以来成为这个全球瞩目的大跌市，市值跌去了1万亿美元那么在这个跌势的过程当中，昨天今天市场上都在疯传，说都是保险惹的祸说什么呢？说几家大型的保险机构这几天出现的大量的赎回基金赎回基金是什么意思？就是基金的购买者买了基金，那么基金就拿着投资者给的钱去市场上买股票那么如果这个投资者赎回，就是我不要你的基金了，我要钱。当基金一赎回的时候，那么基金管理机构就要卖掉股票，把钱还给别人。所以当基金大量赎回的时候，那市场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市场就会出现抛股抛掉股票，把资金抽回来的情况。那么保险机构就跑出来说我们没有干这种事情，这个锅我们不背什么意思呢？他们说我们春节前调的仓最近没有调仓，那么我们现在仓位基本上稳定那么有一家数千亿的这个资产规模的保险机构说他们目前的仓位的情况已经否定他们出现这个赎回的情况那么另外一家保险机构也说他们最近下跌的多数是标签为核心资产的这个股票和相关的基金那么他们之前在春节之前已经做完了调仓已经把这个仓位从这个转到这个制造业那么大体上是这样
那么几个情况，一个北向资金净流入50亿，今天那么北向资金净买入24亿，早盘净买入57亿。半导体、军工这2个板块，这个 ETF 跌5%，生物医药 ETF 跌3.96%，食品光纤 ETF 跌，光伏跌3%，钢铁 ETF 一度涨将近5%，那么午后收窄抱团几乎瓦解，那么白酒股当然领头的就是贵州茅台，最低跌到了1900，那么收跌是1937收跌1.17%大概是这样那么现在市场上的看法一就是美股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引起市场担忧那么这是全球股市都在跌的导火索那么这是一个看法，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认为美股收益率上升导致什么呢？导致海外科技股下跌，传导到 A 股里面来这个说法有点奇怪但另外一方面就是抱团股估值的泡沫，股价下跌引发这个投资者情绪的转变那么大体上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法就是这个基金赎回导致的市场的抛盘那么大体上是这几个看法流动性方面还有第3个看法是说认为就是货币政策导致的流动性方面，预期国内的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不急转弯的定调下，预期货币政策温和有序退出，估值有这个收缩的压力这也是另外一个方面那么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上证指数在3500点左右开始下跌，通常它会跌多久呢？1个月左右。那么跌完1个月左右之后呢，就认为这个股市就便宜了便宜货就很多了，就可以抄底了这个意思。为什么呢？有几个场景可以描述一下2008年金融危机那么到了2008年的11月，股市开始涨，我讲的是 A 股那么原因是因为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美国还是其他的市场，都是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主要是货币供应这是2008年，到了2009年就开始涨，一直涨到2009年的8月，A 股出现了1个月的下跌调整，当时原因就是因为7月份的这个信贷数据下滑。那么市场担心货币政策调整收缩那么导火索是8月4号人民银行公布7月份的这个人民币贷款大幅减少，然后同时2季度的货币政策报告说货币政策要动态微调，所以市场很担心，就是调整这个情况是2008年8月份2008年这个金融危机，然后就货币宽松到了第二年的8月份，这个市场就担心这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会改变，就开始下跌，跌了1个月。今年的情况也有点像去年2020年的3月份那么人民银行就开始进行这个货币宽松，大水漫灌然后美联储也开始大水漫灌那么一直到今年这个到了今年现在这个情况看2月份开始调整，2月18号开始调整。那么其中主要的担心的是持续1个月左右也是持续了1个月左右那么另外呢，所以今年的这个情况跟2008年到2009年的情况很像
那么也可能会调整1个月左右。那么 A 股涨到3500点左右，通常会调整1个月左右啊。那么有2次，一次是2016年1月份的熔断就调整了1个月，然后是2020年3月份啊，那么疫情期间的调整也是1个月左右。那么大概是这样啊。那么那我们看为什么 A 股会持续的调整，从2月18号开始。其中有一个担心讲的是美国的这个10年期的国债。10年期的国债今年以来美联储其实不断的在向市场上发放一个信号，就是美联储会持续宽松货币，直到美国经济恢复啊。那么但是市场并没有理会。10年期美债收益率这是全球资产定价的一个基准就是说全球资产定价看什么呢？看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以它为基准来锚定我自己这个资产的收益率那么去年年底不到 1%， 那么今年1月份就升破了 1.1， 到了2月份升破 1.44， 到了3月份升到了多少？3月5号到了 1.56 那么比去年年底上升了63个基点。那么美债的这个收益率上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货币政策要收紧那么然后就是美股其实最近一直在有利好，一个是疫苗一个是 1.9 万亿的这个通过，对吧？所以呢，但是呢，美股在2月中创下历史新高，就开始调整也开始调整。3月5号道琼斯指数分别标普分别下跌了 1.5、2.4 和 8.3 纳斯达克大概是这样。同时全球股市也在调整。MSCI 全球股市MSCI 就是摩根斯坦利的那个指数，全球指数，还有一个发达国家股票指数、新兴市场的指数，分别回落了多少？ 3.4%、2.9% 和 6.5%那么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美股市场开始担心什么呢？市场开始担心这个叫什么？市场开始担心美国会快速的反弹美国快速的反弹，那么美联储会调整它的货币政策你看一下好，我们来总结一下整体的情况这里面第一个A 股调整了3个星期那么 A 股调整了3个星期这里有一句话，在股市当中有一句话叫跌势不言底，就是说股市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你不要老看说你说这会儿是底那会儿是底跌势不言底。那么在你不能确认它已经开始反弹的时候，尽量的不要抄底这是一个投资的常识，我在这特别跟大家讲一下A 股调整了3个星期那么跌势不言底，在没有确认反弹之前尽量不要抄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一下昨天和今天2天时间，股市暴跌股市暴跌了2天股市暴跌了2天，现在就有2个说法。一个说法是美联储担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就是由于美10年债的这个收益率的上升担心美国的货币政策。这个跟中国有关系吗？跟中国关系不太大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资金不能够自由进出，所以美联储实行货币政策传导到中国 A 股
半年以上吧，我认为是这样啊。那还有一个说法是这个基金赎回，基金赎回我看了数据，基金赎回规模并不大并不大，所以基金赎回这件事情对 A 股影响，也没有想象那么大啊。但是股市风吹草动就开始跌，说明什么？说明这个 A 股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总之，你有，这个我们讲好的不灵，丑的灵，就是说只要风吹草动，它就会跌啊。所以现在就反映了这个市况是一个这样的市况。那么，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啊，就是美国、欧美经济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很关键，因为它的确会影响货币政策，或者它的确会影响这个全球的资金规模。这里有个数据啊，就是之前我们没有报啊，但是这个数据很重要，就是中国1到2月份出口啊，中国1到2月份出口是多少？2个月出口合计4688亿啊，这应该是历史新高了啊！就是说2个月出口4688亿，增长多少？60%啊！中国出口60%增长，出现了60%的增长，说明什么？说明欧美经济在恢复，而且不仅仅是恢复，是快速的恢复，它的需求在增加，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你可以看，今年1到2月份延续了去年年底的出口的畅旺的形势，而且不仅仅是畅旺，是暴涨。那么暴涨，这就可以解释什么？解释中国所有的原材料都在暴涨，但是国内需求非常的差，国内的需求非常的，海外需求非常的好。海外需求非常好，带动了什么？带动了制造业的畅旺。但是你可以看2月份的这个 PMI 是下跌的啊，说明国内的需求不足，海外需求是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势啊，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的态势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那么，所以你从这个数据你可以看到，担心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有没有道理？有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这是有依据的，就是说美国、欧美经济在快速的复苏当中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来讲中国啊，中国股市嘛，还是跟中国的货币政策、经济政策有关系。那么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是这么写，我先把事实全部讲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来分析啊。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是这样描述今年的经济政策方向啊。今年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宏观政策要持续为市场主体纾困，保持必要的支持力度，不急转弯，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完善，进一步巩固经济基本盘。这就是今年经济政策的基调，就是以稳为主，然后进行微调，不急转弯。不急转弯就是稍微形势好一点，不马上把撤掉啊，大概是这样啊。那么货币政策呢，就没有太多的话，就是一句话：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啊。那么财政政策呢，倒是话多啊。财政赤字减少1900亿，然后是国债减2万亿，然后是专项债减1000亿。什么意思呢？财政政策小幅退坡，就是小幅度的减缓，因为去年是海量的财政政策啊，那么今年就稍微的原来的海量拿掉一部分，然后再稍微的减少一点啊，大概是这样啊。然后是投资政策啊。我们讲经济政策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然后投资政策。投资政策正好今天发改委
发改委的副主任叫宁吉喆啊，出来这个开记者会。那我就讲一下，他的意思是表达今年的投资政策。今年我国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还需要进一步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加大补短板力度，拓展投资空间，增强投资增长后劲，合理扩大有效投资。这就是它的调子，没有数据。那么一年，中国每年的这个基建投资大概是在18万亿到21万亿之间啊。那么理论上来说，它今年还是应该保持一个这样的规模啊，大体上是一个这样，就是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跟投资政策啊，基本上是这样。那我们就来分析股市连续大跌背后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啊？第一个，我们讲投资政策，投资政策跟什么有关系？投资政策跟财政政策有关系。为什么？中国的投资分3大块。我们先说投资啊，第一块是什么？第一块是基建投资。基建投资是由什么决定？由政府的专项债决定。政府没有财政盈余，中国的地方政府啊，我们讲基建投资都是地方政府在做。中央政府今年是减少了6000，今年的中央政府给出来的投资款是6000亿啊，比去年减少了100个亿啊，这差不多啊。那么大量的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地方政府没有钱，地方挣的钱来自2个地方，一个是银行，一个是专项债，专项债付首期，银行贷款付后面持续的付。那么地方今年的专项债是减少多少？减少1000亿，那就是说不会比去年多。然后基建投资今年估计只是维持去年的水平，这是第一块。第二块，房地产投资，基本上无力量啊。那么去年房地产投资，我现在是没数据，我估计应该是10%左右的增长。前年是10%左右增长，那么今年会是什么情况？今年是收紧啊，要收紧房地产，我估计也就是维持个水平啊，这是第二头。第三头，私人投资跟制造业的投资这块呢，从前年开始一直在跌啊，一直在跌。那么今年也我认为也好不到哪去，但是出口畅旺。会带动一部分私人投资跟制造业的投资，因为你看第一季度涨了60%，那是什么情况啊？所以这块会有一定的帮助。所以从总的来说，今年的投资只能是个维持的局面啊，不会起到一个核心带动的作用，这是第一头。投资这块，第二这块，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很明显，今年是在撤退的啊，撤退。为什么？因为去年中国的财政政策维持了基本的局面，那么今年就不能够再持续了，再持续下去，可能后面的日子就没法过了。所以今年是减少的啊，就是全是在减，财政政策是在退的。那么投资也是个维持水平。那要指望什么？要指望货币政策。那货币政策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情况？货币政策现在的情况就是，去年大水漫灌，因为疫情啊。那么今年本来理论上应该是稍微要去一点杠杆，稍微应该去一点杠杆，因为你去年大水漫灌，然后财政政策也是大水漫灌，那你都大水漫灌怎么行？这扛不住的，经济会过热。事实上，今年的货币政策理论上应该去一些杠杆，这就是。然后你看到，由于出口的暴涨，导致了所有原材料价格的暴涨到什么地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来看看暴涨到什么地步啊？我这里有个材料。
哎呀，我看不到了，一下子看不到。哦，没见这么涨过，暴涨到了什么地步啊？铜上涨38%，塑料上涨35%，铝上涨37%，铁上涨30%，玻璃上涨30%，锌合金上涨48%，不锈钢上涨45%，然后铜上涨38%，纸上涨50%，IC 上涨100%，就是这样的情况。这就是造成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造成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原因就是出口上涨60%，这是原因。这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怎么评价这种情况？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叫经济过热了。在这个领域，经济热的发烫。那但是另外一头，2月份的中国的 CPI 是下跌的，CPI 是往下走的，说明什么？国内的需求很疲弱，国内的需求很疲弱，这是一头。另外一头是什么？另外一头是原材料价格是在暴涨，出口在暴涨，那就是说这局部非常的热，怎么办？这就考验人民银行的这个策略。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理论上来说，当你需求疲弱的时候，应该放松货币政策。但是当你的这个价格暴涨，原材料价格暴涨的时候，你要收紧货币政策。那么这头是要收，那头是要放，怎么办？从这种情况来看，仍然人民银行是不可能大水漫灌，因为大水漫灌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马上就跑出来。因为实际上的 CPI 会往上涨，因为你原材料价格上涨，但是需求又很弱，所以它 CPI 是呈下降的趋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指望货币政策今年大水漫灌是不可能的。所以人民银行它是必须保持一个相对低的货币供应，它不能够涨得太厉害，涨得太厉害后果很严重。因为如果通货膨胀一下子跑到国内来的话，那后果非常严重，所以他得收着点。所以从这3个主要的经济政策角度来看，今年的这个经济运行的条件是偏紧的，这才是股市出现持续调整的原因。就是说在今年的条件之下，货币政策不可能大放，去年的大水漫灌今年不会存在，但是他也不可能收得太紧。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就是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说得很清楚，不急转弯。不急转弯就是你收也是慢慢的收，放也是慢慢的放，大体上是这样。这才有今年从2月份中旬开始股市的调整。那么往后走会怎么样？往后走的关键2点。第一点，我们讲为什么中国出口会热得发烫，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欧美国家经济开始复苏需求开始上来，需求上来之后，而其他国家它供应没有恢复，因为他们疫情还没有过去，这就是今年1、2月份中国出口热得发烫的原因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其他国家开始逐渐的恢复正常，当它的供应上来的时候，那可能中国的出口没有那么好，也就是说中国出口可能会调整。这里面有2个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就是其他国家疫情的情况，这是个不确定性。第二个不确定性就是欧美国家的复苏是不是稳定。这2个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影响非常的大也就是说人民银行得看着这2个数据来操作它的货币政策。所以我们从今年的往后看的这个情况来说，有2点我们要小心。第一点就是人民银行怎么去看待物价的趋势就是或者说我们说通货膨胀的形势。通货膨胀如果急剧恶化，人民银行有可能
收紧货币政策，或者收的会更紧。现在的情况是，它不能放得太松。那么下一阶段，如果物价开始反弹的话，它会收得更紧，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海外市场，就是这两个市场要盯紧，这会影响中国的经济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投资也好，财政也好，今年没有什么作为啊，基本上要关注货币政策，大体上是这样，好吗？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过去2天中国股市暴跌啊，然后从2月18号开始，中国股市进入调整状态，我们进行了一个分析啊，分析它背后的原因和影响。那么之后要关注的几个重点，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在这里我提醒一下啊，我们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让我推荐股票啊，我不是做这个工作的啊，我只是进行一个经济分析，好吗？好，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我们今天又讲财经议题了啊。那么情绪，刚开始了解股市时，总听说调整，那会儿还真的傻傻的以为有谁在调整，后来才知道调整就是跌OK。提问：股市的暴跌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市场经济的规模？你的问题，市场经济的规模是 GDP 吗？跟 GDP 关系不大啊。提问：用利率算折现率而不是用通胀，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折现率而不是通胀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你能够再具体一点吗？好吗？提问：记得王先生在之前的节目中对中国股市有过分析，告诫大家股指虚高，主要原因是大盘蓝筹股在护盘，实际上它的个股已经在苦苦挣扎了，一旦有风吹草动，必然会断崖式的下跌，一派消杀凋零。问题是这股风为什么会出现在两会期间？这不是给 CCP 添堵吗？反正现在市场上说有基金开始入市护盘啊，这个两会行情啊，这个都有说过。大家知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下跌你就拦不住啊。你呢去护盘呢也行，但问题是护不护得住的问题，因为中国股市已经有这么大的盘子了啊，你进去拉一下，今天的情况有点典型，就是你可以看到是有人进场护盘，但是没护住不就继续跌呗啊？提问：中国股市暴跌与美国的刺激经济有关吗？没有关系，我不觉得它有关系啊。观点：中国股市交易不执行 T+0 制度，散户便没有出头之日。OK。观点：造成股指杀跌的原因之一是抱团股持续杀跌，抱团股主跌的原因是基金赎回潮加速，等基金赎回潮结束后，市场估计见底了。我看了一下数据啊，基金赎回没有那么大规模，相对于股市的现有的规模来说，我不觉得这是主要原因啊。基金赎回是有但是并不是那么厉害，还是它的基本面。什么基本面？资金面跟什么有关系？跟货币政策有关系，跟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有关系啊。我觉得还是货币政策的问题。我觉得是开始有人担心这个货币政策在往回收的问题了如果货币政策往回，大家知道资产的价格跟什么有关？跟2样东西有关，
第一个跟你的回报率有关，我们叫所谓的 PE 有关，就是说你的 PE 太高，你自然就会下跌。我们经常讲的一个物理原理，就是离开地球表面的物体最终会回到地球表面上来。就是说当你的 PE 太高的时候，那有个风吹草动，那意味着什么？很多人挣了很多钱啊，利润空间很大，只要有风吹草动，我马上套现啊，哪怕你跌10%、20%，我都套现，直接套现。为什么？因为我已经翻1倍了啊，所以第一个跟 PE 有关，第二个跟什么有关？跟货币政策有关，水涨船高，水落石出，就这2个原因。我认为主要是这2个原因。当然，你还可以算好多的原因出来，把这些东西细化到很多细节啊。情况作为墙内的人，真的没有办法。我本人也是基金亏损20%的人，钱投资吧又到处是坑，只能进赌场；不投资吧，看着钱贬值。不是每个人都有投资的专业知识，我觉得就算在中国也是想不通的。很多和我一样的人其实都知道自己不过是韭菜而已。我觉得还是心态不一样啊。这中国人很着急啊，然后这个着急什么？钱贬值哪儿的钱都贬值，只要你有通货膨胀就会贬值啊。那么这是一个，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决定中国人的投资心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就是焦虑啊！全体中国人集体在焦虑，焦虑什么？焦虑是我们邻居挣钱了，我还没挣到，或者是我的朋友挣钱了，我还没挣到，我的同学挣钱了，我还没挣到。大家在这个情况之下处于高度焦虑状态。然后还有一个非常要不得的东西，就是朋友圈。朋友圈就是你就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情况，个个都是吃香的喝辣的，各种晒啊，这看的人真的是急得要命。所以这个是中国人目前的社会心态。这种社会心态放到投资里面去，非常要不得啊，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大家小心一点啊。提问王先生，肉、粮、油、蔬菜、水果都在涨价，2月份 CPI 怎么会下跌呢？上涨才对，应该是 PPI 下跌啊 ，PPI 是上涨的，CPI 是下跌的。猪肉肯定是下跌的，2月份的猪肉肯定是下跌的。为什么？因为非洲猪瘟又来了。非洲猪瘟又来的情况导致了很多猪场开始抛售没有足月的猪，然后猪肉价格就下跌。粮食跟油我不知道，反正我看到的大部分的数据是食品价格是在下跌啊，所以你的数据可能不对吧？情况，油价2个月涨了20%，原油到了75美元，通货膨胀，货币政策肯定要调整。油的价格上涨，然后煤炭价格上涨，然后是铜的价格上涨。大家记住，铜跟石油是2个非常重要的，还有钢的材料价，因为煤炭价格上涨，还有铁矿石价格上涨，所以钢的价格在上涨。钢、铜、石油价格3个基础性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它就会导致什么？导致所有的原材料都在上涨啊。观点起因是美债，扶不起的 A 股比美债跌更多。说好的时候，时与势都在我们这边。投资就是投国运吧，一旦风吹草动，股民直接用脚投票，相互踩踏跑光光，对于党国没有信心的表现，这就是他们最担心的解读啊。提问，请问王先生，为何美债收益率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涨啊？我们刚才讲过，
美债收益率上涨的原因是因为市场担心美联储会慢慢的收紧什么？收紧货币政策，因为美国经济复苏的情况比想象的要快，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出口会涨60%啊。观点：中国社融规模已经连续下跌一段时间了，人民币和外汇不能自由兑换，和美国国债关系不大，非常正确。观点加提问：我看到的中国出口暴涨的新闻说是今年头2个月和去年同期相比，但去年同期是疫情封城，出口应该是大跌。王先生有没有原始数据，把今年的数据跟2019年比一下？跟哪年比？今年都是创历史新高，因为大家知道，今年出口1、2月份是4800亿，4800亿是个非常大的数据啊，4800亿美元啊，很厉害的啊。我刚才讲的是4800亿美元，很厉害的了啊。提问：现在中国保险机构在大量的收割养老金保险，是否可靠？什么意思？不理解。身边的人陆续在购买，他们说基金理财不保险，股市不能碰，银行利率不断下滑，社保的养老金不敢指望，只有保险公司卖的储蓄保险最可靠，有保证收益，按照现有的利率算，看似不错，但是不知道几十年后领钱的时候能不能买得起猪肉。养老金保险是什么鬼啊？我不知道啊。但是如果是保险公司卖的储蓄保险，我只知道投资保险，储蓄保险最可靠。那反正你要小心，这些名称各种名称都有，你要看清楚什么？看清楚你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大家记住，保险如果它有回报承诺的话，你要看清楚它的回报承诺是什么东西啊，千万要小心。通常投资有回报承诺的都是有问题的，你记住这一点就对了啊。所以买保险，你记住你买的是保险。如果你买的是储蓄保险的话，那你要看清楚是什么东西啊！我提醒你啊，再提醒一遍啊！情况油管上都在说材料涨价，从工业材料到老百姓相关的食品和大宗商品，但身边的人好像没有人讨论这个，反而现在年轻人都在讨论基金，让我想到2008年菜场的大妈都在讲股票，现在刚毕业的学生都在讨论基金，女性特别多。这为什么女性特别多？因为都是卖基金的嘛，都在卖基金。老百姓相关的食品，我就觉得好像没那么涨啊，没那么涨，涨的都是什么？涨的都是原材料，就是制造业的原材料，原因是因为出口增长60%。那么它什么时候原材料会传导到老百姓的这个日用品过程当中去？不知道，因为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看到的通知，美的冰箱在涨价，涨10%，这就是原材料涨价的影响。那么我相信其他的工业品也会涨价啊，因为你美的冰箱在涨价，你其他冰箱不涨价嘛，也会涨价。那么其他的工业品也会涨价，但是它涨价是有前提的，什么前提？他认为他能卖出去。如果他涨价之后卖不出去的话，他就不敢涨价，或者是他市场竞争很激烈，他不涨价，他涨了价，别人不涨价，他就完蛋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市场需求很薄弱，那他就不敢涨价。不敢涨价怎么样？偷工减料，就是内部消化。内部消化是什么意思？原来用一根这么粗的铜管，那么就又把这个铜管变细变短，类似这种
就是偷工减料，偷工减料，那以后他可能就信誉就受损，或者品牌受损。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我们要观察，就是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取决于什么？就是取决于我们刚才讲的，原材料涨价最终传导到终端产品要多长时间？它取决于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消费能力能不能支持得住。消费能力要是支持不住的话，它传导不出来，那就意味着什么？很多企业就要倒闭。观点：中国大陆整个经济体一直都不是靠市场经济规律来维持的，因此没有规律可言，因此人行出政策也无经济原理可言，这是不对的啊。当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时候，它就会服从经济规律啊。那么政府呢，它的政策呢，有的时候和市场规律相吻合，那么这个政策呢就会有效。有的时候它违反市场规律，那它就无效，或者是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和后果。所以中国大陆不是靠经济规律维持的，这是不对的啊。只要你是一个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你有货币，你有供求关系，那它就必须服从经济规律啊。所以这我们经常讲，经常很多网友提出来说啊，中国反正它不是市场经，不是这个搞的是社会主义，所以它没有经济规律可言，那是不对的。它是受到经济规律约束的啊，这也是我们对中国经济进行分析的一个前提。如果它没有经济规律，我们坐在这里讲了半天干什么？你说是不是啊？提问：请问王老师，美元下跌令油价上涨，但是金价为什么在下跌？美元开始回升喽，所以金价就下跌喽啊？为什么美元回升？因为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所以美元就开始回升，美元回升，金价就开始下跌。OK？ 提问：旁边的人都挣钱了，而我没有挣到，请问王老师，这旁边的人都挣钱了，到底是什么人？这种现象怎么体现中国人穷的民族性？他们怎么前人后各是一套？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其实中国人都觉得别人挣钱了，我没挣着。为什么？看朋友圈啊，今天又出去吃饭了，今天这个人出去吃饭了，今天你看这个人又买了新衣服了，这个人又买新车了。他天天看到的这些东西都觉得比其他人都挣钱了，就我没有挣到。其实他昨天晒了一把，他出去跟朋友洗澡去了，他忘记了，他不觉得，而他天天在看到的朋友圈是应接不暇，所以他就这么觉得，别人都挣钱了，我没挣着，就这个情况。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这样，朋友圈为什么这么受欢迎的原因是它真的符合中国人的这种需要。就是晒。中国人最怕的是什么？锦衣夜行，就是我买了一件新衣服怎么办？出去走给大家看，结果黑灯瞎火没人看得见，这最担心的是这个。最担心是我富了，没人知道我富了，那怎么办？那我得炫富，就是因为我得让大家知道我挣钱了。这中国人就是这样。以前的富不露财，所以其实中国人是说一套做一套，富不露财那怎么行？那不就锦衣夜行？所以这就是中国。至于说你说中国的民族性，穷的民族性，为什么要这样？不就是因为穷吗？穷怕了吗？穷怕了，它就导致什么？它就导致我因为穷，我就被别人看不起。你以为看不起是仅仅是看不起吗？不是的，看不起你就会受到很多很多的叫什么不尊重的待遇。当然你别坐这里啊，你就在那儿蹲着吧，那不就不一样的待遇吗？那我就在这里可以坐着，你认为我穷，我就在那儿蹲着，
其实我已经有钱，我就得让你知道我已经有钱，然后我就能在这坐着。其实大家不要以为仅仅是面子问题，不是的。中国人说有一种看法说中国人是爱面子，其实不是的。爱面子，面子跟里子是连在一起的。你有面子，你才有里子，所以大家会爱面子。爱面子什么？我走出去啊，我有面子，面子原因是大家觉得你有钱，你就有面子。你有面子，你怎么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可以违反规则。大家走左边，走右边，我就偏偏走左边。不让过的事情我偏过，不让干的时候就偏干。有钱了，我就能够干别人干不了的事情。这就是里子。其实中国人爱面子，关键不是面子，关键是面子后面连带的里子，里子是有意义的。所以我经常讲，中国人说一套做一套，其实真的是这样，你不要被那种话给骗了。所以大家在理解很多行为背后的东西是什么，你要理解他最终追求的东西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们说啊，中国人好面子，其实中国人好面子背后是什么？背后就这一切的利益，一系列的利益，面子背后是有利益的啊。观点王先生说的对，我这几天收到好几个国内供货商发来的涨价通知，理由都是钢铁等原材料涨价了，能源价格也在走高，挺不住，只能跟着涨。这样涨下去，我在这边的市场会失去很多客户。理论上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效应就会是一个这样的效应。就一方面，当然前提要看什么，看其他的经济体恢复的情况。你如果比如说中国的原材料价格上涨，那意味着中国的出品的产品的价格要上涨，因为不上涨它赔钱。那它价格上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其他的经济体它的价格没有上涨，而它能够把产品做出来，品质一样的话，那中国就会失去这块市场。当失去这块市场的时候，它需求在下降，需求下降的时候，那价格可能会回落，都有可能。这就是经济规律。刚才那个网友说中国没有经济规律可言，不是的，中国的经济仍然是服从于经济规律的，只不过政府的那个闲不住的手，他经常会做一些违背规律的事情。那么有些政策行得通，有些政策行不通，条件不一样。情况我买过90几年的中国人寿保险第一批寿险，投资收益率最高的养老理财项目，潇洒明天，投资收益率不到8%。8%挺高的吧，年收益啊，对吗？是吧？那小心一点啊，总之要小心。你要记住，他承诺的投资收益率，他是不是写到合同里面去，还是只是个保险销售员跟你砍一下，这完全不一样啊。观点坐标黑龙江大庆，年后买的基金都跌傻了。情况，国内的养老保险理财项目投资收益率都低于3%，基本跑不过通胀。反正呢有2点我记得提醒，我不断的在提醒大家，基金产品不要碰，理财产品不要碰。为什么？无论是基金产品也好，还是理财产品也好，他们中间都会有一样东西叫企业债，他一定会放企业债进去的因为什么？因为银行买了很多的企业债，它都是打包成为各种各样的理财产品。我相信今年企业债雷暴的这个频率会越来越高，所以你为了抵抗通胀，你会失去3%，有可能失去30%的本金，不是回报，回报就不要提了。所以大家要小心，就是理财产品跟基金都不要碰，前提就是这个。投资嘛，我还是那句话，先保住小命要紧先保住你的本金。所以中国人很焦虑嘛，焦虑很多人讲这个我拿着
我拿着这个钱，钱又会贬值，那是借口。讲钱贬值都是借口，都是憋着一炮而红啊，这准备大赚一笔。但是，你去看一下中国的投资市场，一半以上的人都是赔钱的啊。你能成为另外一半，凭什么？你先想清楚这个问题，你再去做投资会比较好，好吧？OK，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